大家好，我是乔乔妈。今天我们来煎牛排。谈到牛排，我们会想到菲力牛排、西冷牛排、肋眼牛排、纽约牛排、剔骨牛排等等。它们取自牛的不同部位，因此肉质口感也不同。我们在家自己煎牛排，选择价格适中、口感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我今天买的是肋眼牛排，也叫肉眼牛排。外观上看，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牛排中间有一块白色脂肪，它是牛肋脊，肉质嫩度仅次于菲力牛排。大理石花纹的油花多，并且分布均匀。正是这些分布均匀的脂肪纹路，让它有了不同于其他牛肉部位的口感和风味。常见的牛排做法有煎牛排和烤牛排两种。今天我们来用平底锅煎牛排。煎牛排之前需要3个准备步骤。第一，回温。牛排从冰箱冷藏时拿出来，至少回温10分钟，建议室温放置半个小时，让牛排内部的温度从冷藏时的4摄氏度上升到接近室温。第二，干燥。牛排不用提前用水洗，放在盘子上，牛排下面垫上厨房纸，上面也用厨房纸按压吸水。过多的水分会让牛排下锅后吸出血水。第三，调味儿。撒粗盐和粗颗粒的黑胡椒，盐的用量要比平时用盐多30%，因为牛排一进锅，许多盐粒就会脱落。静置15分钟，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调料。大蒜用刀按压，去皮不去皮都行。百里香洗干净晾干。黄油稍微软化，切小块。热锅。煎牛排要用厚底锅，铸铁锅最好，也可以用不锈钢的厚底煎锅，不建议用有涂层的不粘锅，因为煎牛排的高温可能破坏某些不粘锅的涂层。另外，一些不粘涂层在高温下可能释放不利健康的毒素。鉴于煎牛排的锅要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如果你有结实耐用的铸铁锅，建议你给锅加热5分钟，直到冒烟。煎牛排全程都要用最大火力。牛排独特的诱人香味很大程度上来自美拉德反应，指的是食物中的还原糖与氨基酸蛋白质在常温或加热时发生的一系列复杂反应，形成独特的风味化合物。比如烧烤、炸洋葱、烤面包、咖啡烘焙等的独特风味都来源于此。简单说，没有颜色就没有风味。加橄榄油。放牛排的时候注意手法，把整块牛排推进锅里，而不是朝向自己拉的动作，因为拉着放下牛排的瞬间会让高温热油飞溅，烫伤手臂。一面至少煎1分钟以上，再翻面，确保底面已经形成焦褐色的硬壳，翻面继续煎。
把牛排立起来煎侧面。大约4分钟后，加入蒜、百里香和黄油。用勺子把融化的黄油快速反复浇在牛排上。大蒜在黄油上摩擦增香，牛排翻面，重复浇油和擦蒜的步骤。你可以选择只翻1次牛排，也可以缩短时间，翻面2、3次来煎牛排。大约5分钟后，确认牛排的熟度。确认熟度有2种方法，一是用插入式的温度计测牛排内的温度，另一种是用手指按压牛排肉判断熟度。许多人家里没有插入式的温度计，而且插入温度计还会让牛排汁流出来，破坏了牛排鲜嫩多汁的口感，所以建议大家用最简单的掐指一算法，通过参照自己手上肌肉的硬度来判断牛排的熟度，达到自己喜欢的熟度就可以关火了。出锅后，先别着急吃，盖上锡纸或者扣上盘子，让牛排在盘子里休息5分钟。牛排里的肉汁会回流分布到整个牛排中，丰富了牛排鲜嫩多汁的口感。随意搭配上自己喜欢的蔬菜。切牛排的时候不要切得太薄，至少1厘米的厚度，让牛排吃起来更有厚实丰裕的风味儿。切开牛排，均匀的粉红色，颜色非常的漂亮，吃一口尝尝看。外脆内嫩，鲜嫩多汁的牛排。掌握了上面的这些技巧，我们在家也能轻松煎牛排。好啦，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欢迎您在评论里告诉我您煎牛排有什么心得。如果你看了这期视频有所收获，欢迎您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期见。